我的话你别带。无美颜无滤镜，瘦了，只有脸瘦。把这块剪下去就好了，腮帮子大。没有本人好看，只有你才能，才有资格见到我的真正的美。下一期的下一个剧造型不是，没有下一部剧呢。现在，这头发是染的吗？不是染的。不过胖了些，那没办法，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今天看了更新2集，才看的。我靠，不小心不是，我靠，不好意思冒昧了。你说啥了？冒昧了？我记忆力不好，我看看。头发是染的不？这有啥冒昧的？唱歌吧，咱们唱歌吧。马上要回南方了，赚点钱，买点家具。来，唱歌吧。今天可以点歌啊。剪啥片呢？不剪片，唱歌。剪片子，这辈子都不会剪片子，更不更新跟我有啥关系？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雨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敞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我男人呢？我男人在榜2呢。我的榜2大哥。
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瓢黑色念头在后脚，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泪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向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泪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虽然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闪想看我破裂的样子，我已经有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泪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晒过你白色的衬衣，听海浪安静而动听，有间奏在我心里缓缓弹钢琴。我拥有找不到原因又奇妙的默契，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转7000公里才到这目的地，旅程多美丽，因为你在这里。这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
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你是不是爱情？我只是陪着往里心动，看这一路的风景。这一路走走走停停，谁都带着回忆一起远行。坐慢车倒退看风景，原来下错了站才能遇见你。我们又找不到原因，有奇妙的默契。你眼里也有同样藏不住的孩子气。转7千公里才到这目的地，旅程的美丽都是因为你。这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你是不是爱情？我只是陪着往里心动，看这一路的风景。云朵在眨眼，空气很香甜，我们走很远，忘记了时间。你在我身边，只好让全世界陪我一起留恋。这是不是爱情？像一场旧电影，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你是不是爱情？我只是陪着往里行，至少我没看错风景。你看着我眼睛，牵着我的手到天明，告诉我这就是爱情。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伤了又伤，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雨停至天空之间，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里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眼，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雨停至天空之间，像泪在眼眶盘旋。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沿途经过的从前，还来不及再重演。拥抱早已悄悄冷却，海潮声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只留下不舍的体温。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眼，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该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如果这是最后的一眼，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
想说的多到记不得，星球揉成了团被谁偷走，孤单眺望云海的时候，你我某个巷子碰头，背着笑笑着种种的梦，居住回忆，天色之间流走，化作飞奔穿梭闹市的风。你笑了，我笑了。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透滚落，像是你的笑着我，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成就了我的那首歌，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打伞趟过大雨的时候，许过愿早晚有晴空，背着帆穿越岭那个梦，拽出明日已守在路口等我，看着亲我的人一一笑得相信我懂得我。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穿透滚落，像是你的笑着我，在阳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哪开到那花朵，一朵一朵天蓝粉红。幸好走你走到了走着不容的角落，未来落在了眼中，我抬起了头。35、35、35、36。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一共10几集。
陌生又熟悉。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却无法再抱你。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但愿认得你眼睛。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身边有怎样风景？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正在狂风的天漫无寂静，仿佛上一分钟，你还陪在我左右，还以为我们会开花结果。我还记得玫瑰色天空，哼过的歌到底什么内容？仿佛已经自由，下一刻我变成风，吹过你的脸孔，差点失控。回忆在夜里闹得很凶，我想我可以明白你所有的痛，想让你知道我懂，只等心言不要重。我们都接受，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在爱情里分不了轻重，诚实的过了头，不能退后也无法向前走。爱是一个自私的念头，把寂寞消除的理由，剩下的那些感动，能记得多久？仿佛已经自由，下一刻我变成风，吹过你的脸孔，差点失控。回忆在夜里闹得很凶，我
我想我可以明白你所有的痛，想让你知道我懂，只担心言不由衷。我们都接受，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在爱情里分不了轻重，诚实的过了头，却不能退后，也无法向前走。爱是一个自私的念头，把寂寞消除的理由，剩下的那些感动，能记得多久？我们都接受，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在爱情里分不了轻重，诚实的过了头，不能退后，也无法向前走。爱情是个自私的念头，把寂寞消除的理由，剩下的那些感动，能记得多久？哎，孙子，孙子来了。兴高采烈的破蛹，是新生的冲动，寻找灿烂天地美梦。主宰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就算灵魂只为衬托。你笑，你哭，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生机，珍惜的背诵。我喜，我悲，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要为你左右。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梦，破碎的眼眉点，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风，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眼眉点，拥抱最后的美梦，让我快乐快乐很感动。兴高采烈的破蛹，或者新生的冲动，寻找爱情世界美梦。既然不是毛毛虫，不要打车了，不是那个打车吧，不要骑车了。烟火此生此爱，此刻挥霍，挥霍我的色彩，在我的天空。你说你想你要我做，其实我很快乐，因为你是火，你是风，你是指望的梦，破碎的眼眉点，还做最后的美梦。你是火，你是风，你是天使的诱惑，让我做眼眉点，拥抱最后的美梦，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谢谢关注。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它也在向我躲进。影子陪在身旁，细数那些过往，多少年快乐和忧伤。谁把月缺变成月圆？
我用未来还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风到这里就停，雨到这里无声，它也在向我躲起。悲伤在雨中等候，飘过去河的源头，什么歌可以唱不休？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还你我的缘。从来风花雪月无常，我却不能笑着遗忘。迎着太阳看着远方，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无论你的话是真还是假，是我心中完美的天涯。迎着太阳看着远方，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无论你这话是真还是假，我愿陪你走天涯。34岁，我2年前34岁。一朵云能载多少思念和寄托，在忽然相遇街头。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1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我们究竟陌生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追求它又公转几周了。我不难过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接付。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连回忆都是负荷。会唱的我会唱啊。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曾就算曾经不切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浓情爱恋
都已陌生了。我不难过了，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不你曾经来过。我的歌是吧？我的你曾经来过是吧？别的歌也叫你曾经来过，也有。谁也有深陷其中，谁能放空，就地重游，满面春风与谁诉说？或许是给的不多，或许是温柔不够，你的眼，你的手，规避着牵着的我。你的心鼓动暴雨，冷风侵袭着我。谁曾经来过？谁真的有回过头？谁要的风吹透面容，让谁堕入迷雾中？谁真的爱过？谁也有深陷其中？谁能放空？就地重游，满面春风与谁诉说？或许是给的不多，或许是温柔不够，你的眼，你的手，规避着虔诚的我。你的心鼓动暴雨，冷风侵袭着我。他曾经来过，你真的有回过头？你要的风吹透面容，让它堕入迷雾中。你真的爱过，我也有深陷其中，心里放空，就地重游，满面绯红与我对坐。或许是给的不多，或许是温柔不够，你的眼，你的手，规避着虔诚的我。你的心鼓动暴雨，冷风侵袭着我。你真的爱过，我也有深陷其中，请你放空，就地重游，满面绯红与我对坐。
或许是给的不多，或许是温柔不够，你的眼，你的手规避着虔诚的我，你的手不懂暴雨冷风侵袭着我。或许是给的不多，或许是温柔不够，你的手，你的手鼓励着虔诚的我，你的手操控翻雨覆雨，蹂躏着我。唱新歌，唱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二把刀的一首歌。你都多远了，心也够倦了，无奈的眼神怜悯着无声，无声的也有丢下理智的灵魂。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呼之欲出的花迷人，就像是夜夜付出的青春。我逞强一直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你呀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拔掉。浑浊的我会通过你家的门，呼之欲出的花迷人，就像是日夜夜付出的青春。我逞强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你呀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都拔掉。我逞强时的语气你听不到，我自私的心境你却明了，我委屈是样子像刺猬一样，满身的你呀冲破黑色街道，我知道它一直是你的最好，也清楚对你来讲我不重要，就让我把悲伤的刺统统拔掉。这首歌想听的话，搜索二把刀黑刺猬啊，在 QQ 音乐、网易云都有，还有汽水音乐，都有。这是我对象的一首歌，我老婆的一首歌。
一群无辜的人来体谅这世界早就安排的不平衡，然后再一夜沉沦。总是有无知的人在寻找契合着自己的不安灵魂，想必要穷其一生。谁在谁的楼前踮着脚尖看谁的出现，谁在谁的房间看见了些不该看见。2小时电影画面换来3、4年情节，到底是难过多一些。那些看不到的眼神，偷偷吞噬我们的安稳。你就别回神，干脆的分，那些触不到的分寸，越过之后留下一地震，炙热的眼神。这首歌我觉得我写的是最高级的一首歌，没有人听。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啊、旋律啊是不俗的一首歌。找一群无辜的人来体谅这世界早就安排的不平衡，然后再一夜沉沦。总是有无知的人在寻找着自己的不安的灵魂，想必要穷极一生。谁在谁的楼前踮着脚尖看谁的出现，谁在谁的房间看见了些不该看见。2小时电影画面换来3、4年情节，到底是难过多一些。那些看不到的眼神，偷偷吞噬我们的安稳。你就别回神，干脆的分，那些触不到的分寸，越过之后留下一地震，炙热的眼神，愚蠢的口吻，多余的灵魂，就藏在一个清晨，固执的青春，就应该固执的认为，美好的我们，或许是一个守候，就属一个人。这歌词写的太牛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我就觉得为什么好。就是我觉得好的歌，大家欣赏不了，相反的会喜欢那个什么，只怪我是金牛座。哎呦我的妈呀，那个破歌，我都觉得恶心。那首歌是我觉得最恶心的一首歌了。今天外面下特别大。你又骑车回来了？冻得脸蛋疼。想吃什么呀？晚上？吃那家鱼，你看排排队。又得过去取了。老板今天排队吗？
还有一首歌，我觉得我写的也挺好听的，但是也没人听。哎，小薇是0吗？小薇是1，小薇应该是1。哪首歌？在我左右，在你左右。哦，这个我这歌唱法是哪种？是。行行，你帮我安排一下。是你的手揉做我的梦，难以承受这有多不好听。不好听。小茉莉的歌其实都挺高级的，就没那么俗，跟这个片子也搭。老公，你要加什么东西吗？不加。谁先爱上谁都记不清，怎么称得上虚意？第一次吻你的我并不开心，眼神在闪躲，不敢看你。不好听，太俗了。风去了，遥远的乌云来到这段一刻。不好听。二把刀回来了，这不愿唱，不愿唱。10分钟能好？40分钟。在哪儿啊？在哪儿啊？看不出来。胳膊。我们觉得好听就行了。这雨下特别大，不是雪下的。那都白了。大雪，这羽绒服里边的毛。
老公，咋了？不想剪片子啊。这不是不用剪吗？屁不用剪，我不要娘娘，剪不动，那咋弄啊？看这片子我都烦了。这片子我反反复复剪了好多遍了，我都已经看腻了。没开美颜呢？啊，没开吗？没开。这片子，你说他们之前我们就撸多少遍了，完了后边又撸多少遍，这紧接着还要再剪。像本山大叔，那我还好了呢，那我老牛逼了。问问冷冷的戏份有多少分？没多少分钟，冷冷的戏份比较少。实话实说，冷冷的演技吧还行，就是不愧是大梅的头牌。对还行。但是呢，就会觉得说那个。让他恢复正常。你让他恢复正常就好了。不是在这儿，特效。啥味儿啊？汗味儿。那我去洗了。不用洗，换衣服就行。馊了。这可能是这个裤子穿的太久了。那你换裤子就好了。啊，好大！你在我面前干什么？你不要这样，你直播呢，你干什么？干啥呢？啊，好大呀！还黑哇，我的妈呀，好性感呢！今天是那个直播间疯了一会儿。今天是熊一吗？好大！怎么突然变老了？你又不经常来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突然呢？谢谢关注，谢谢我们关注。头都白了就老了，那80多岁的头不白他就不老呗。啊，好大呀！哪儿好大？屁股好大，腿好粗，穿个短裤。后背好宽，毛好多。你能看见毛了？啊，好性感哦！穿短裤吧。我的天哪，好板正啊！老的好，老的有味儿。
老的好，老的有味儿。你扎美颜吧，脸色看的不大好，看着那个有点要挂了。这样，颜色再多一点，就是饱和度再多一点。饱和度，换个滤镜。这个再换，这不行，这太母了。这个行，就这样。这个新鲜，就这样就行。谢谢念染的眼镜。是不是脸色一下就好了？变白了都，粉嫩了，你的手机就调不出来。我的加滤镜也行啊。拉倒，那像素在高呢。得等40分钟呢。还有嗑会儿瓜子儿。雪糕也没呢。啊，雪糕没了？有啊。没呢。他可能呢，买了两盒呢，不是？哦，那你没拆那盒。你要吃吗？要。给我要一个葡萄多的。都一样多吗？不一样。这个多啊，看着多，反正是。哎呦，还有这，你昨天把那都炫完了。昨天我吃了2根儿，我操！这什么动静？谢谢小明的捏喵脸儿。这个冰棍叫啥？什么鲜奶青提？叫啥？鲜奶青提，你看一下。你给大家拿过来，给大家推荐一下，真好吃。没带货啊，真好吃。上链接。鲜奶味提子雪糕，美丰真好吃。就这个包装，不带货啊，是那个美丰牌的鲜奶味提子，真好吃。多少米我不知道，好像10多块钱吧，自己去超市买。不好吃你来砍死我，好吧？不好吃你来砍死我，真他妈好吃。我们都是两盒买，一盒7根，6根，6根9块9，一盒9块9，6根，网上卖的，真好吃，真好吃，真的。它是那个就是奶，纯奶，不是就那种浓的奶味儿，然后再加上里边有一个葡萄干儿，真好吃。一根合计下来1块多钱，1块5。但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吃法，这吃法就是你不要，就你怎么想让这个雪糕奶味更足，然后更甜，你就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稍微化一点点，
啊，那个时候就是奶油就化了，就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就有点像那个蛋糕上的那个奶油那个味儿，最好吃了。但它会不会有点甜呢？雪糕不都甜吗？奶油有点腻，冰的就还好，不会腻的。谁跟你说话？哪一个？这个吧，方中信吧。想约你啊？这个叫方中信的可合作，然后二把刀说什么？这个方中信说想约你。二把刀说你妈妈可合作吗？我也想约你妈妈。给大家看，可合作什么？想约你。所以我就觉得很冤枉。他们就说你跟我在一起以后，就跟我越来越像了，素质变低了。其实你之前就那味儿。主要是这种一说什么想约呀，什么色情服务啊这种，我就很冤枉，我就特别烦。你变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特别烦，听到这种。他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人讲。这人不该骂吗？就得骂。还有味儿。哪儿啊？那我洗了吧。洗吧。我咋没闻见呀？我洗澡臭臭的。正好洗完澡之后，差不多就该去拿那个饭了。我老婆臭臭的。给我那个浴巾，那个健身房臭臭的，给我染上味儿。睡衣好看，假的，不是真的。假的200多呢，这假的还有200多呢。哎，真好喝。这雪糕超好吃，无带货啊！眼皮单双是滤镜的问题啊。滤镜管不了眼皮啊，滤镜是什么东西呢？滤镜它就属于调颜色的啊，这叫滤镜啊，滤镜是调颜色的。很单纯的男孩，现实当中是吗？那你就没看明白，张大年不单纯啊。你说哪部剧啊？我演的哪个其实都不太单纯。421啊，421啊，
芝麻一单纯，芝麻一也不能用单纯吧，芝麻一只能说就是他这个角色吧，就是挺青涩的，一开始，但是呢，他这个角色跟单纯没关系，就是周明磊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就他敏感到就是他经历了一件事情，他就会害怕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就说谢谢，对啊，射，就周明磊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就跟我一样，就是周明磊其实这一点跟我像，就是我生活当中也是特别敏感的人，比如说我吃过一次亏这件事情，我就会有心理阴影。能明白吧？就是我几乎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吃2次亏，因为我会非常有阴影的就是一个人，很看重一些事儿，所以周明磊他不算是单纯。而且演了这么多角色，我不喜欢周明磊。其实我演这么多角色，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你们猜我喜欢谁？就我演了这么多角色，你猜我喜欢谁？我自己的角色，我喜欢哪一个角色？你们猜？反正我不喜欢周明磊。周明磊这个角色，对，我喜欢李茂，我是特别喜欢李茂那个角色，因为李茂特别真实，而且特别像我。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你怎么知道我要离开北京啊？你怎么知道我要离开北京？你怎么知道我要离开北京？不喜欢北京，我们其实近期就打算离开呀。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破微剧、破网剧，我们没怕那个搬家，然后耽误了那个耽误了剪辑，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走了。现在也现在也不上课了，放假了都，我们直接回那个南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选定城市呢，一方面是想回那个惠州，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去那个长沙，我们还挺想去长沙的，因为长沙那个生活便利，然后又是一个省会，然后又反正就是现在我还不知道去哪儿，但是就想立即马上离开北京，而且我离开了以后我可能我也不做自媒体了，我可能就是做自媒体，但是不直播了，以后就不直播了，就2把刀直播，然后成都怎么样？成都房价稍微有点高，我们万一以后要落在那儿，想买一个房子，我现在就不知道去哪儿呢。我现在就想着说赶紧离开，因为我觉得我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就是会有点愈演愈烈，就是在北京会愈演愈烈，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这个还不是抑郁症，我这不是抑郁症，我这种人也抑郁不起来，但是我会焦虑，在北京真的好焦虑就是会睡不着觉啊，然后会精神恍惚啊，然后暴躁啊，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想着说手里还就是能让自己歇个1-2年，那我就不工作了，然后就游山玩水过1-2年，然后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点。你就在成都
成都房价贵呀，成都房价贵，而且成都吃的东西我们有点吃不惯。成都跟那个长沙有点区别，人长沙虽然是辣，但是人家不太油。成都东西太油了，而且成都冬天阴冷。我们其实这一次如果说去哪个城市的话，我们就打算就是说，看看尝试着就在那个城市落脚的，那长沙你房价巨便宜，我觉得长沙的房价跟那个惠州差不多，我感觉，长沙的房价跟惠州差不多。我说那我索性我不如去那个长沙嘞。长沙不挺好的，就跟惠州一样，就是二手房7、8千，就是能买一个差不多的。二手房7、8千，你知道吧？市中心7、8千，能明白吧？我看到这个房价我惊呆了，长沙哎，对呀。新房才1万出头，是的，好赚啊！新房7、8，就是新房1万块钱撑死。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有一年差一点在那个成都落户了嘛，因为那个时候手里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心里有点飘。那个时候就，你们知道那个成都的那个武侯的那个金茂府吧？我去那个成都武侯金茂府，差点没买那个房子，当年是800万，我幸亏没买呀，就是我要买了，我现在我估计就是，可能我都失信了，我都，就是你们都见不着我了，我告诉你。800万的房子，当时首付要200多万，然后每个月要还2、3万。我的天，现在那个掉价了，掉到600多万了。就是我看那个是220多平的金茂府，好香哦！啥味儿啊？好像我又没用沐浴露啊，没有用吗？没用啊。好香啊！衣服香吗？用个衣服，这香啊！这不就前2天穿那个啥的，前2天直播穿的衣服吗？我的妈呀！大平层，对，大平层，这是金茂府嘛。幸亏没买，要买了我现在就哭死了，我都。这头发缺一块的样子，像个苹果的 logo。当时我要买金茂府，现在这，那我不就能住豪宅了？但那个时候我明明，那个时候我要买金茂府的话，我现在可能会因为钱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什么成为那个开 OnlyFans 是不是？那倒不会，就是会觉得说，可能会有点病急乱投医，然后，对。但成都其实豪宅还蛮多的，但是能像金茂府这种，我觉得比较少了。而且别的豪宅，无论说它宣传的天花乱坠，但是金茂府它是豪宅品牌，所以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那个运行，都非常非常的稳定。那算跌的不太多，因为它平数在那块儿呢。我们当时买的好像是2万8，就我看的时候是2万8，现在好像是2万3左右，2万3左右，现在是2万3左右。800万跌到600万，那就相当于跌了1/4，800
25%啊，跌了2套房子，也挺多的，跌的。那不跌了2套房子吗？200万能在一个城市买2套，惠州能买4套、3套。惠州都能买挺好的房子了。嗯，惠州200万能买独栋的吗？惠州200万买不了，惠州300万，300万不带装修的，所以惠州在拽什么呀？那成都那个双拼别墅才200万，它就是挨着那个深圳，所以拽呀。我不明白，人成都我看那个别墅还有100万的那个是那个联排，我就不明白他们在拽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是惠州真的一般的这个城市。但是听说长沙都夏天也非常非常热，武汉也非常非常热。没有不热的地方，可能就除了南方或者高原那里吧。大部分地方夏天都热。但云南我觉得真不适合，云南就太偏了。以后那房子，一是云南挨着就是那个泰国、缅甸那边，然后就有点危险，万一边界要发生什么东西呢，对不对？那其实就非常非常危险。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那边发生了一些那个动乱的话，那这个房子就不值钱了，以后那边就没人了，这房子就得打水漂。还是得找一个不是边界的地方，你比如说武汉，我觉得武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城市，它在地图上它是在中心，而且武汉经济各方面消费什么的都牛逼，非常有前景的一个城市，而且房价也不高，现在也12000左右，比长沙还贵呢。武汉当然比长沙贵了，武汉那肯定是贵了，武汉是新一线。长沙其实它是个老城，它没有多牛逼，但是就是武汉它是一个就是新一线城市，就非常非常的吸引年轻人，它的人口它肯定得非常多，你没发现长沙的上大学的人都去深圳了，他都不留长沙，为什么呀？他们觉得长沙没有深圳发展的好，而且长沙其实它算是一个。我觉得经济可能比较，对吧？你咋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呢？一会儿一会儿说长沙好，一会儿又说。我给你分析，我就是我不是说不咋地，我是说就是综合，我得把这个利和弊给你分析嘛。长沙是好，长沙那个7、8千一平买的挺好的房子。你觉得长沙好？我要出门了。好帅呀！这么帅的居然是我老婆。发什么神经呢？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梦还是现实。发啥神经呢？我的妈呀，好可爱！我的妈呀，百里屠夫竟然是我老公！我的天哪！真不敢相信。其实你这任我最满意了，你知道为啥吗？为啥？你长得又好看，又不是特别红。你有红的对象吗？请问啊？太红了，我 hold 不住。我还不红啊？你慢慢会红的。我已经很红了。我跟你说，你的这个剧并不能帮到我，让我更红。你想去国瑞的剧？我想上国瑞的大电影，我要想上院线，想跟卡卡对手戏。我想要蹭卡卡的热度，让卡卡带带我。好了吗？你这去？那40分钟，我走过去得10分钟，这正好。浙江房价高，浙江是啥破地方？你别跟我说浙江好啊，浙江是在我眼里啊，就是说经济好，但是房价不好。
然后吃不好，然后浙江没江苏好呢。而且浙江的同性恋都非常难搞，比如浙江的同性恋都有那种就是因为你知道浙江、安徽，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南京，我觉得这3个城市的那个 gay 啊都有点难搞，就因为这些城市它本身它就南京房价贵不贵？南京啊，啊，应该也不太贵吧？南京我觉得那个城市感觉还挺不错的。安徽不发达，是的，安徽不大发达，对，比较端着啊。还是喜欢北方城市，就是生活来讲的话，还是喜欢北方城市。就是人来讲的话，我们喜欢接触的人就是喜欢北方城市。但如果说就是那种就是气候来讲的话，我们喜欢南方城市。我们气候我们喜欢南方城市。其实我们之前对成都有太多的那种滤镜了，后来就总去成都，然后就去伤了。走了。哇，你好帅呀！人前人后是的。骂我呢？他就取外卖去了，那家外卖不送，就是那家外卖就是没有鱼的外卖，那家鱼必须得就是点完了，然后我们自己去取。我昨天看那个长沙的房子以及房价，我真的是超级心动，就是150平左右才100万出头，你们想想这个价多便宜，而且是精装修，150平才100万出头，而且是就是生活便利的地方，而且就是算是1环1.5环。非常非常好，装修就基本上不用动。长沙哪有武侯区啊？非常非常好的城市。但长沙的东西确实好吃啊，长沙的东西确实好吃，就是辣，但是特别特别好吃。要考虑国家对这个还要考虑这个。是啊，我就说我最近我现在搜二手房，我都不是搜那个什么什么哪个城市的二手房，我搜的是哪个城市的二手房比较便宜，然后我就去看，然后就你说我每天多焦虑，就是每天2把刀在那块呼呼睡的时候，我就特别焦虑到我看各种新闻。就真的年纪大了啊，年纪大了，然后你会看新闻，看那个就是什么什么政策，看那个那个国际局势，然后就是再看那个就是房价，然后就是怎么样，哎呀，就是各种各种，每天你就那个抖音其实就是你的大量的那个，就是就抖音就像一本书一样，然后你就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真好，就是抖音这玩意儿真的就是当然我们看抖音不能就是完完全全看那个就是他在说什么也不能看评论区在说什么，你要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就是其实
抖音其实会了解很多东西，包括豆包。现在我经常用的就是豆包豆包我经常用。比如说我要搜的话，我就搜我说惠州适合那个定居还是长沙适合定居。对，不看小鲜肉也看，也看。我给大家看看我的平时的点赞，我的抖音点赞我给大家看一下。啥呀？就是你们看不到人的，全都是那个房子的一些东西，装修的一些东西，看着的人的都是通讯录，都是纸包机。这如果说就是看一个纸包机会给我一巴掌的话，我都得被撤死。这是。我最喜欢的身材，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喜欢的身材是这个人，可能看，就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类型，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类型。身材和感觉，穿搭，对，肌肉男，对。对，我喜欢这种。特别特别喜欢他。不看脸看肌肉，我一直都不看脸，我都不看脸，因为我觉得好看的人，太多了，我都觉得说好看不重要，而且我觉得，看人看久了都会顺眼，我要求对方就是顺眼，你不要，你不要就是说不协调就好，就是我长相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对吧？我就自认为我的长相其实不算是好看的，但是我比较顺眼我的五官比例还行，然后就是没有说特别特别突出的丑的就是丑的部位，就是搭配起来还算是比较自然的。其实我对这个另外一半的要求就这样其实我最看重的还是就是能不能沟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沟通。你以前就是脾气不好，现在好多了。我现在也可以不好，就是沟通能说话。因为我会觉得谈恋爱到后期哎呀，什么他善不善良啊？我觉得善不善良也没什么用他善良，他对别人善良，对谁善良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聊得来。
啊，就哪怕他坏啊也行。我之前我也接触过那种就巨善良的那种，然后就是他的三观巨正，你在他面前你都不敢说出自己的私心话，就是你自己有一点小黑暗的那个面，你都不敢跟他说，他会站在道德最高点啊，就这种人他有点不适合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聊得来。我跟二把刀，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这一点非常聊得来，但是现在二把刀他可能逐渐的更符合我其他方面的就是一些看重的点，比如说我觉得现在二把刀他事业心也比较强，就是他有的时候我这些片子我不想剪，他的在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身材的话，我因为接触我臭不要脸说一句话，我跟二把刀在一起，我算是已经就接触到就是那个纸包肌了，然后接触到身材好的了，现在就对身材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就是我之前我可能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身材好会加很多分，现在我就觉得身材好也就那样，就是我也不太看重别人身材，我是就是跟二把刀最开心的一点就是能有话聊。我希望你们就能，就是通过我这段感情，你们能知道，其实真的能有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就每天能跟你叭叭叭叭一直在那说，就太重要了要不然你人生是特别孤单的，就是哪怕你对象就是特别优秀，你跟他就没话聊，你那个是非常孤独的，你这段感情你没有办法就融入到那里边去。我觉得能说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没用，真没用有个说话的父亲是的能有人跟你聊得来，就比如说我之前谈的那个前任，我觉得他各方面都挺好都挺好，但是可能就说我俩聊不到一起去，到最后就觉得说自己在跟自己谈恋爱，自己在自我感动，然后自己在那个要求别人，然后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其实我说句特别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是如果说一段感情有交流的话，你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出发点的，但如果说一段感情没有交流的话，你所有的付出好像都是你的强势那种感觉就是会让自己质疑质疑自己，质疑这段感情就是有交流，我觉得很重要二把刀它其实就比如说昨天我们针对那个贾国龙和那个罗永浩，贾国龙和罗永浩的事儿，我们就在聊嘛，聊了好多就会觉得说你跟其他人，你跟我其他几任都聊不到一起去。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跟二把刀就是什么事都能聊一会儿，我跟其他接触过的人几乎不聊，就聊不到一起去。他们对很多事情，他们就是一是不感兴趣，二是也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你们能懂这种感觉吧？那两口子过日子，那不就是聊天吗？是得聊有话说呀。北京这段时间冷吗？还行
可以接受你的优点还是缺点。他也二把刀有的时候也不接受，二把刀就说那个有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太凶了，说那个我怎么的，然后我就你看我现在都不直播了嘛，因为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一直播我就发火，那我就不直播了。我现在就是直播我也是唱歌，我就不怼了。他要看着我怼的话，他就会说我，他就就私底下会说我，那我就不直播了，我就减少直播。包括以后因为我们以后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不做剧了如果我们不做剧了的话，我们就也不直播了。就是因为说实在的，我手里还有一点点小钱儿，可以让自己休息一年休息一年，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找个城市安稳稳，就是调整一下，对不对？我就不接触这些东西了，就是让自己就是不那么焦虑了，因为这做这行太焦虑了太凶了。我是真的，我是没有耐心，就是没有耐心的一个人。就我对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傻逼儿。你就是说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跟你们探讨一下，就是贾国龙和那个罗永浩的事儿，你们觉得怨谁呀？就是谁能分析一下罗永浩和贾国龙到底咋回事啊？这是因为啥呀？你们能分析出来吗？靠什么赚钱？不赚钱。老贾认知落伍了，挺好的，你说挺好的呀，这挺好的。你知道最近，一根筋，我觉得挺好的，都说挺好的。就是我最近其实有三件事儿让我决定我要改变自己的脾气，都是跟网络有关系。就是抖音这3件大事儿。我觉得我要改变自己的脾气了。第一件事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长春有一个烧烤店。长春有一个就是老板娘，然后烧烤店，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员工，什么一个经理，然后在这块打工，然后那个不给人钱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这第一件事儿。大雷烧烤叫大雷烧烤。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那个大嘴猴，对。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盐水精。盐水精酸黄瓜，你们知道吧？酸黄瓜你们知道吧？第三件事儿就是这个贾国龙第三件事就是贾国龙。为什么我就通过这3件事，我就是我就决定我改变自己的脾气呢？我首先我觉得这3件事统一有一个共通点，就都是网络的事儿然后最终呢是谁决定了主导呢？就是网友。所以这3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有些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对和错不重要，你不要较真儿了，你也不要去就是让别人知道你对或错了，没用。真正能决定生杀大权的是这些网友这些网友他们能吃人，就是这种网友能吃人，你知道吧？对，网友是现在就是网民就是这些网民，其实他们有一点点就是说仇富，有一点点仇富，然后有一点点跟风，有一点点蹭热度，然后有一点点就是
不明白是非了，已经。这种网络环境之下，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网友都认同你的观点。我觉得贾国龙其实贾国龙这个人吧，我说实在的，我对罗永浩和贾国龙这个事儿，我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觉得罗永浩他其实就是一个欠儿的人。就我的认知啊，罗永浩我不觉得罗永浩他无辜，也不觉得罗永浩是个坏人，但他绝非好人。就是罗永浩这个人，他曾经就是说做了那个锤子手机，他也是被网暴的，他也被网友就是戏弄了几年，甚至对网络世界就是有很大的怨气。但是他如今利用网络去搞别人，他不是有意的。我觉得他不是有意的，但是是因为贾国龙的态度导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加码，就变成刻意的了。能明白不？罗永浩他一开始他可能就是一个消费者，他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我去你店里体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不好吃，或者说上菜太快了，然后我就随便发一个东西，可能是因为这个东西啊。然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贾国龙破防了，破防了之后，然后就积极的证明自己，但是网友不吃你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网友看到的是你贾国龙，你有好多家店，你是一个大老板，你的生意那么大，我现在就吐槽你。这个时候贾国龙应该做的是什么呀？也不用道歉。我觉得贾国龙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用道歉。眯着，就等这个事情结束就好了。不，贾国龙没有眯着，他想通过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罗永浩是错的。结果网友就觉得说他，就再加上贾国龙，其实他确实处理事情的能力就是不太好。而且身边的人可能也没有人能劝住他，也没有人能给他一个指导或者说一个建议，他也不听，所以他一意孤行，就导致了到最后，就是网友已经不在乎你是不是预制菜了，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蠢，你这人假。你看现在网友现在不追着就是说你的菜品有问题了，贾国龙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个西贝最重要的是贾国龙这个人，能懂不？就是谁关心你是不是预制菜了？现在都在攻击贾国龙是不是有这个点就觉得说他怎么这么蠢呢？或者他怎么这么就是对吧？现在都是在说这个事儿。如果说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餐饮管理的，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就是说所有的连锁品牌，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做过餐饮管理，我知道就是后厨的一些事儿什么叫预制菜呢？我觉得这个预制菜的这个定义，其实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早期因为我做过喜家德，我做过水饺，包括我做过一些就是连锁品牌。连锁品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要保证味道要一致，出餐的标准要一致，所以它就不会所有的食材是店里分买的，它也不会让就是厨师自己发挥。那能保证这些东西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中央厨房。中央厨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把东西买到中央厨房，中央厨房统一的加工成固定的标准，然后进行分袋包装，然后分给各个门店。能明白不？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要保证我连锁品牌的每个店它的出餐标准和味道是一致的话，我们必须得去
什么？我们必须得去那个在中央那个厨房统一加工，加工以后分给分店。然后让他们就是按照固定的比例，然后按照固定的方式，甚至就是说尽量减少名厨啊。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就是说很多家店为什么他不敢现炒？因为有的厨师吧，他炒着他就过了，或者说他炒着炒着他油加的就多了，或者说盐就加多了，它味道就不统一了啊，它味道不统一了，所以说他不敢这样，他能保证连锁，他就得做这个就是调整，所以就是其实老百姓不懂，但是呢，老百姓要求的是什么？你不能撒谎啊！你这个事儿，你明明是微波炉加热，你不能告诉我说，啊，你这是那个现炒的，因为你现炒你不可能那么快啊。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说它是现炒的，但是它配菜它就是分包装的。比如说，就是我们在网上也能买到那种半成品，你知道，就是超市里，我不知道你们买过那个超市里的那种菜，就他把那个调料配比好，他把那个菜切好，他把肉给你配好，然后你在家里，你都不用自己加的油，你用他那个调料里的油，你就把它炒一炒，它就成了。但有的人觉得这也是预制菜，所以这预制菜的标准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就是对这个标准它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贾国龙他们这个企业倾向于这种啊，倾向于这种就是调料什么都给你匹配好了，然后你就自己做就好了啊。但是可能就是他越证明越错，而且我自认为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贾国龙其实他应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很久没下厨房了，就是没下那个基层了，他没有去分店了，所以爆出了很多事儿。就是我觉得他店开的太多了。一个老板，我就这么说吧，一个老板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哪怕你找什么区域经理，你找管理人员，你管不过来。就为什么老板都操心？为什么老板都急躁？为什么老板都那种就是性格不好？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都得自己上心，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你不要想着说你雇一个人他能帮你干得多好。我自己也做过老板，你们也有当老板的，跟管理方式没关系，这不是管理方式的问题。人就是他妈上班的，人就是赚钱的，人就可以溜号，人就可以糊弄事儿。所以就是当你的能力，当你的能力就是达不到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精力管理不了那么多家店的时候，就会容易出事儿啊。包括包括那个严学晶，你看他现在其实就是，我不是说严学晶飘了，是严学晶就是他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了，跟贾国龙其实是一样的。严学晶也是想表达，就是说，我觉得他每次怼网友都是他在陈述被大家误会的事儿，但是有一些黑粉、一些网友去攻击他。然后他就觉得怎么解释都解释不通，然后他就陷入了一个解释的一个过程，陷入到自证的一个过程，所以他逐渐的暴躁了，他暴躁了以后，他没耐心，然后他就怼人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流量特别大的一个人，或者说他的粉丝观众特别多的一个情况。你像我现在怼你们没什么事儿。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级别，但你看严学晶他怼了，完了，是不是被资本做局了？谁做他呀？
就你们说这种话的时候，你们能不能，你们能不能考虑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做他呀？他阻碍谁了吗？他抢了谁的饭碗了吗？没有人不可能啊！说白了就是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句非常现实的话，现在老百姓现在生活太难了，这几年经济这么不好，老百姓已经就是崩溃了。已经就是你想想，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不敢辞职了，为什么不敢辞职？因为企业都倒了，你这个公司也半死不活的，你这在这坚持吧，因为你没别的工作了，大家都非常的，对，非常非常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那个暴躁啊！你这个时候就让别人抓住把柄了，弄死你。回来啦！这裤子真是长，找着踩了一路，真好看啊！从穷人身上赚的，有钱人很清楚钱是从穷人赚的，所以就是最近的一些事儿，就让我觉得说，淡出网络社会，以后你们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远离你们这帮酸黄瓜。老婆，怎么了？关门，喝点水儿，喝啥水啊？喝冰水儿。我老婆给我买了3盒饭，谢谢老头啊！哎呀，谢谢老头啊！怕你吃不饱。谢谢老头啊！我也不下了，不下了。行了。我买了3盒，完了你还买了饼子。他带的，自带的。吃吧，我就吃这个饼。你屏幕放低一点，这时候扣一点，让大家看咱们吃什么。扣一点容易出提示。哈哈哈！这米饭不行的话，你换一盒。吃吧。往这里。先吃这一盒吧，这一盒先不打开吧。行。我等你动第一块。神经病！强加你做主。行。要没有你，我都吃不上这鱼。吃吧。跟上次吃的一样。我可以吃了吗？吃吧。我能吃块鱼肉吗？对。谢谢主人。真好吃啊！对。筷子端了。换上。
成好几双了。谢谢主人。好，薇薇娅现在是主仆关系啊。这周加更了吗？没到1000，没加更。加个屁更，我剪不出来。谁能剪谁剪，我剪不出来。你答应的你剪。是你跟我说的之前。我剪的肯定不合你的要求，你的那个想法不是一般人能揣测的。怎么的？我剪的不好呗？不是，只有你对这个剧理解是最深的、最深刻的。真好吃呀！这鱼皮怎么这么好吃呀？你多吃。这个白菜真好吃啊！为啥呢？像剩了好几顿的那种炖白菜。河南人就绕不过炖菜了，是吧？我们那儿烩菜就好，就有白菜。烩菜和炖菜有什么区别啊？炖菜不知道是啥，反正炖菜就是炖菜啊，就是拿汤炖的呀，炖菜是啥都能炖吗？差不多啊。我们的烩菜就是固定的几样。那这个叫炖，也叫炖菜是吧？炖鱼啊，那也叫炖菜。不叫炖菜，叫炖鱼。嗯，就我看网上的那个河南烩菜都是啥都放里边，有点像折螺似的，啥折螺是啥呀？就是好多菜放在一起。理论上是可以放，但是放了就不一定好吃啊。感觉白衣服让着黑衣服，黑衣服应该是嫂子，哪有黑衣服啊？你这演的不还精神不好？黑衣服。真好吃啊！嗯，还有鱼就是不入味儿，入味儿就好吃了。菜再炖40分钟能入味吗？它这个鱼本身就不入味儿。你看人家烤鱼都切开，然后那么薄一层，才入味儿。它这么厚，它这鱼肉肥，大肥鱼。它这个肉质都是肥的。我喜欢那种，就吃着就是纤维特别，青花鱼那种肉质。哪种紧实的那种？对，这个鱼也还行，因为它汤挺入味儿的。嗯。比二胖家好吃啊？二胖家有鱼吗？有吧？每次都跟丹青去，都没吃过鱼。今天吃的也是昨天的价，昨天没吃这家。昨天没吃上。嗯。真好吃啊！这一顿多少钱？你加东西了吗？没加。加了3份米饭，还有打包盒，另付了13块。套餐可能是70多。才70多啊，好便宜。对，很便宜。咋不自己做？你自己做，你70多块钱，你能做出来这两大盒这东西吗？做不出来。一条鱼就得40多。对呀、而且还有这么配菜，还有这味道调的，这小味调的，
还是实惠啊。这大鱼得40多。我们东北那个3道鳞特别便宜，一条大鱼才20多，这边至少得40-50。这鱼得3-4斤吧，3斤。有的时候外卖是省的。主要不是自己弄的时候省事的省事。什么鱼？说是缩边鱼，缩边鱼也不知道啥鱼，没吃过，不知道是没见过。不会是鲶鱼吧？口感有点像，长得也像感觉。你们不吃辣的吗？吃那个微辣的。过来说一声叨叨演的真好，谢谢。这鱼皮真是入味啊！鱼皮好吃。团粉也入味。10几元一斤，10几块一斤，那3斤那不得要40块钱吗？是。我们这还有1斤鸡肉，3斤鱼加1斤鸡肉，还有土豆。还有鸡肉啊？加鸡肉了？它这鱼套餐里就带鸡肉，鱼加鸡肉。啊，那更便宜了。然后还带像这土豆宽粉，还有白菜，一共是70多块钱，真便宜啊！那他怎么挣钱？不知道。他肯定应该也挣吧，就是挣的不多，反正走个销量。套餐啊，这是。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好吃。真好吃啊！还有一盒啥菜？这2盒是一样的，然后他只不过分了2盒装。3斤的鱼肯定得分2斤。这一盒装不下，太多了。这菜成本就要50吧？啊，至少。他还有1斤鸡肉呢，太羡慕你们2口子了。羡慕啥呀？也总吵架。他嫌我时间太长了，就打我。打你你结束不了啊，也是一个劲儿要怼。你们不喝酒不喝。时间长叨叨受不了，超过10分钟我就受不了。干嘛呀？真能扯！上次我20多分钟，感觉你有点，在你眼神里看到一丝失望。没有，没有，真的时间很短，我就觉得挺爽。20分钟在你眼里是时间短？没有，20分钟我觉得真太久了。那个时候真的在你眼里看到一丝失望。没有，失望可能是失望你这次用这么久。这里边就1块鱼肉啊！你为啥？你为啥私底下说话那样，然后直播就这样？我私底下我也说不喜欢很久啊，我真的觉得10分钟就是很久了。你私底下说话都不是这个腔调，也不是这个粗度。你私底下说话都是夹着说的呀。那是不跟你说话吗？这是跟观众说话。现在你就无所谓啊，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呀。这就是我自己，我跟你面前就是做你喜欢的样子。没有啊，我喜欢夹着说啊。对呀、就是喜欢你喜欢的这样子。
你现在说话就是故意就是把声音弄得很我粗，没有故意，我平常就是就是这样说话的。假呀你！谢谢二爷的热气球。真假呀！你们咋吃饭那么晚？因为图图他刚下午醒的，今天一天没吃饭。真好吃啊！再吃一碗。把这盒哎，这别打，这个没吃完呢。这盒肉感觉多，没事儿，吃这个。把这个肉调过去。不用，这吃呗。这没肉了，吃一顿。穿过去一会儿。不要，没多少，吃呗。70多能吃2顿，太省，真好。俩人吃2顿就相当于4顿饭，那就是1顿20块钱都不到。不对，1顿20多，因为还有3盒米饭的钱。那这个鱼刺儿算是少的。你们过年在哪过还不知道呢。图图要是回家的话，我也回；他不回家的话，我也不回了。我真的不想卷片子。不减的。今天周几啊？周6。来得及。看你们演戏学一下追人。昨天没睡好。这看演戏可学不到。啥呀？看演戏学追人。啥？看演戏学追人。追人。勾搭别人是吧？我今天10点睡的。还睡这么晚？你一直在打呼噜。那你把我叫醒啊！都跟你说了，推我。叫了，我在旁边。那你推我呀！你谁能知道啥意思？推了呀，你就是不动。那你把我干醒，那我肯定醒了。我呲醒了你。说啥天气还穿短袖？屋里那个有暖气，很热。我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过一会儿你醒了。我下午6点醒的，你10点睡的，那都睡了3个小时了。我连3个小时都不配了吗？你说你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就给我醒了，那不中间还隔了3个小时吗？为啥感觉2把刀小心翼翼？就是要小心翼翼的，因为啥2把刀小心翼翼的？因为你酸黄瓜，你是。你看谁你都觉得小心翼翼。在油管看到了绿豆的第6集的事。其实你才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在生活里你也小心翼翼。这是鱼尾吧？不能是。我们2把刀才不小心翼翼呢。2把刀经常当着我的面放屁。那我也不是故意的。是蔫屁啊，没有办法防的呀。你睡着之后也放屁？那我是在睡梦中。
你俩谁蘸谁的酱？我蘸他的酱，你要吃吗？我们可不是左香园啊！你知道左香园是啥吗？不知道。严世京代言的酱。加入你们需要注意什么？不需要。我们是twins， 加入不了别人。你自己拌饭吃吧，留给你吧，骚逼。你个狗，狗改不了吃屎的狗。他还有人喜欢吃蘸酱呢。这馍馍看着挺香，其实不香，没有那个白面馒头好吃，凑合事儿吧。但是我如果选择跟米饭对比的话，我还是喜欢吃这个。吃不动了，吃了一碗饭，1碗半。哪家外卖？这不是外卖，这从店里买回来的。看你们吃，我也饿了，煮个拉面吃，去吧。玉米馍馍，对，这是玉米面做的。你吃铁锅炖，它不都是有这个东西吗？你不说人家知道这是铁锅炖吗？感觉像炖菜，不像铁锅炖。真好吃啊！吃饱了你？我没吃多少。这锅边那个是的，二胖家，我们喜欢二胖家，但是我们附近没有二胖家。时来运转。二胖家好吃。你不说是比二胖家好吃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二胖家这家店好吃，没有说比咱们这好吃。你俩是什么关系呀？我怎么瞅的有点不正常呢？扒了啥？找白菜呢。那你扒了那里边去。没事儿，那个下顿再吃吧。白菜我也不吃，你随便扒了。那我下顿也想吃白菜呢。那你就买点白菜，我给你炖。这个吃不完，下顿也不吃了，就吃这个。为啥呀？我就爱吃这种扒了碎的那个鱼肉，可他妈入味儿了。我把这个碎一碎吧。那不用，你一扒拉就碎了，何必就扒拉碎？你不是爱吃碎的吗？你不知道吗？就扒拉碎的那个碎渣，我的妈呀，腾一顿，就是那个热一顿，我的天！我跟图图是老乡，太老乡。你也是台湾的吗？你们还要说腾呢？我们就说腾啊，腾一下。这是我们东北话呀。放屁！是我们河南话。我们东北话。我们河南话。行吧，你们发源地，你们人口发源地。我们中原话这是。哎，河南是人口发源地吗？就是人类发源地吗？不是，人发源地是非洲。是非洲。中国最早的人是那个北京人吧？啊。
为什么你们河南发展这么壮大呀？因为河南是平原，啊，不是山区，也气候也合适，也雨水也不多，不会旱涝。虽然会旱，但是不会涝。那河南这么穷，为什么呀？因为河南就是农业大省，因为河南有历史，所以河南穷。有历史的穷。对，河南有历史是因为它的农业，它穷也是因为它的农业。别在这给我瞎说啊！你二本的，就是这样的呀。那怪不得省政府它没有历史。谁？后边的好面熟在哪里见过？这明星啊，当然见过了。我的直播间你问我在哪里见过？我的直播间儿，老真好看呢、这大肌肉，我的妈呀，这大肌肉，头真好，后脑勺好好看，神经，发什么神经？啊，头发也好摸，天呐，乌黑锃亮的小头发，然后软硬适中，这小耳朵，红彤彤，冻的。后脑勺不像我那有个后揪，你这没有揪，但是你同样摸着很肉肉，真好，揪是啥东西啊？一层又一层的那个，啊，那是揪啊！真好，真好摸呀！这大胳膊，哎呀妈，这大胳膊，啊，这大胳膊，神经病！他大胳膊比我脸都大。你们量一下吧。哎，好久都没量。我的妈呀，这大胳膊，我的妈呀！我这胳膊不粗。咱们就是把你最薄弱的地方露出来，都比他们最强的厉害。量最粗的地儿啊。这个有43吗44，它比右边这个少1厘米至少。 44，行行你今天练胳膊了？啊，妈，靠一靠，真棒啊！好性啊你！这床上躺着去吧，直播去吧，啊，直播去吧，直啥播？别搁这坐着了。啊，真好看呀！小脸白不净净的，这胡子也好看。那别人留胡子都脏，你留胡子刚刚好。真好呀！谁这么有福气呀？跟你在一起呀？那当然我老公啊，都谁在吃呀？哎，真好呀！还是点同相似啊！吃完去洗洗吧。有点1转0，一看你就没有谈过恋爱。我告诉你，谈过恋爱的俩人，就是直播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装爷们儿，但私底下一个比一个母。俩人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啊。那谁说话那么着？这种一个比一个母。对啊，私底下就是那种，就是一个比一个就是幼稚。哎，这凉水真好喝。我不想吃了，我也。想把你抱在身体里面。
吃了，放阳台上去了。真好啊，真好啊，这小手真好啊。老公，离我的粉底远点。白衣服的是零儿，我俩都这样了，还能分得清？这个米饭热一热，你下顿能吃。行，这米饭很好吃。行。你跟你其他之前的对象会这样吗？不会，不会。为啥呀？我以前是一呀。那你会很端着吗？端着也没有吧，平常就没有说想要怎么样，就是只有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亲热些。在床上亲热亲热。嗯。平常不会这么直白的表达，因为我们北方人都是很含蓄的。好期待你含蓄的样子，可能这辈子见不着了。在直播间里我就是含蓄的，有时候啊。把我腿跪红了，下换个姿势啊！不是跪的，摔的这个是。带瓜子儿吧，吃完瓜子儿我睡一下，好不好？睡。那我睡觉你干啥呀？我玩手机，看一下我昨天弹的2首歌能加在哪儿，我就加上去。按啥？按扣是啥意思啊？安口啊。嗯。直播间也没见你多含蓄。我从小读的就是女眷，女工和女眷。未曾读过4书5经。剩1盒米饭，剩1盒白米饭，很走了。真好看呀！老公，我觉得你比我好看，真好看呀！特别是你躺在床上，一脸无辜的在玩手机，特别可爱。叨叨要选秀啊！选秀是干嘛呀？选秀又是什么黑话吗？是吧？越看越好看，但是惹你生气的时候越来越想打死那种。我不会，他如果生气我也不想打他。图图有心事了。有啥心事啊？我感觉一天到晚心事不断，就是不想剪片子。哦。你不会说在等我说我来剪吧？可以吗？我剪我理解不了你的意思，我剪我又剪不好，你还得再返工。那我们就不剪了，好不好？就这样，好不好？管它好不好呢？反正我们拍完了，
好不好就交给你们，不好你们也别说我他妈拍的不好，这剪辑剪的不好。我们花钱剪辑那个剪辑师叫国瑞，你们去骂国瑞好不好？图图看过《甄嬛传》啊？我们剧里边就有看《甄嬛传》那段啊。不想剪，我是真的我崩溃了，我天！你昨天说今天要剪的，我睡一觉，我肯定剪。行你相信我好不好？行。手链丢了，情丢不得，全丢出来，粉丝自己剪，想看什么自己剪是吧？咸蛋家是倒闭了吗？剧里预告说，看片子原来是看《甄嬛传》吗？有时间出个导演版，现在这就是导演版，现在剪的就是导演版。我得看看油管上更新了没有，我们这 B 站上跟油管是一起更的。等会你跟我一起睡觉？我可以在你旁边玩手机。不行。为什么？等我醒了，我要剪片子，你得陪着我。你怎么能又剪到早上10点了？睡到4点，可不得剪到10点。睡到4点？差不多就行。我的妈！那你生活作息都不健康，你就不能跟我一起健康的作息吗？那我就跟你一样了。跟我一样啥呀？你的一些思考和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段才能进行。是啊，我洗澡的时候每天洗那么长时间。那你把洗澡时间改一下不就行了？洗澡的时候才能想事儿，很多想不明白的事儿，洗澡的时候就能想明白。那你想明白啥了？想啥了最近？想买房子的事儿了？我想买房子的事儿了。想出来的结果就是在长沙买房子。不是啊，想明白的结果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贷款利率会下降。深夜有灵感，头脑注意力也高度集中。他就是习惯晚上醒的了。那为什么所有这行都是晚上写呢？谁说所有这行的？人家不上班了。你自己去问。问谁呀？你看各种访谈，写歌都是在晚上写的，没有在下午写的，没有在早上写的。人家也有在白天写的，不是所有歌都要在晚上才能创作。大多数嘛。那人家你怎么不看人家还磕了之后写的好歌呢？你咋不说你这创作就必须要磕呢？磕啥呀？嗑药啊。
你真好看啊！你是那个二把刀吗？你怎么跟百里在一起了？我们相互喜欢。我听说百里不喜欢你啊。他可喜欢我了。他玩玩你就算了。百里爱我爱的要死。可不是，他爱每一人。那现在我就是他哪一人？可是你过2年也是成过去式了。那可不一定哦。百里这么多年换了多少个对象了？你总觉得你自己不一样，你凭什么呀？因为百里没有找过我这种样子的。他每一任都不一样。没事，其实我觉得百里如果跟我分的话，其实是他的损失。然后呢？没有然后啊。你这么问，好像是我就非百里不可一样，我好像就非得跟他在一起才行。百里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但听说百里让你找到做0的快感了。其实也就那样，做1同样很爽。但据小道消息，你跟百里不是这么说的。哎，那不是要哄他开心吗？跟对象在一起，对象开心当然很重要了。行，这段资料我会发给百里。可以啊。让百里1周不碰。让他试试。能行肯定是确定，能不能成另外的事。睡觉吧。我吃完这把。行。才几点呢？图图困了。图图就是随地大小睡，困了就睡，睡醒了就开始工作。9点了，正好是那种9点，就是那种学生睡觉的时间。学生9点睡觉？我上学那会儿8点钟我就睡觉，然后早上5点钟起床。绿豆啥时候更新？我们是绿豆是每周4晚上8点更新2集。学生9点还没下晚自习。我是说我上那个小学的时候，初中那会儿我忘了，好像是9点多睡觉，但是也是早上5点醒。下播吧。下播吧，还喝水吗？不吃了，不喝了。行了，我们下播了。我们下播了啊，拜拜。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见。也不是。